Hello， 大家好，我是静。今天的影片是由老观众点播的，他希望我来聊一聊，就在最近2天，新加坡的前总理李显龙先生的夫人何君女士呢是转发了 Critical Spectator 的一个文章，是讨论说这个习近平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呢是霸权东南亚，好似一个黑社会大佬的一个形象在霸凌整个东南亚的各国。那说实话我一开始是并没有留意到这个新闻的存在的。因为我也没有订阅何君女士的 Facebook 账号那直到有老观众跑到我的其他影片下面去留言，让我去讨论这个事情呢，那我也专门就跑到何君女士的 Facebook 账号去翻阅了一下她转发的历史大概是在2天前，她确实是转发了这一条新闻。那何君女士呢，她作为前总理李显龙先生的夫人呢，她这个行为呢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大家都有各种的猜测，会觉得是不是新加坡政府一个间接的一个表态和站队去站对美国。那众所周知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呢是非常的焦灼的一个状况。那习近平呢是刚刚访问了马来西亚和越南和柬埔寨，可是呢并没有访问新加坡那所以说现在呢，习近平他就在非常用力的去拉拢东南亚各国，想把东南亚各国也拉到他的战队当中去，一起去美国抗衡可是呢，新加坡这一次并没有参与到其中那所以说，在这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关键的时刻呢，何君女士偏偏转发了一个批评习近平的一个文章，那所以说呢，是引起了各界的关注那我看有很多的 YouTuber 有各界的人士都在讨论这个事件那我也想来说一下我对他转发这一篇文章的一个个人的看法那首先就是呢，何君女士她即使说是李显龙先生的夫人，可是呢，她现在已经是一个退休人士了，也是72岁高龄了那我大概去看了一下她个人的 Facebook 账号上面呢，她每天发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之多的。我观察了一下，她每天转发新闻各种的其他人的内容高达几十上百条，因为我只是往回翻了2天去找这条新闻，就翻了差不多10分钟，翻到我的手都快麻了，还是没有找到那一个他转发的内容那就是说他现在呢其实是每天有转发大量的内容那所以说他就有一个可能性，我在想他是不是在没有看那个文章的内容的情况下就把它给转发了，他可能只看了一个 title 然后就把它给转发了，那这也是有一个极小的可能性的。那其二就是他即使说作为李显龙先生的夫人，他现在呢也处于一个退休的一个状况那众所周知呢，他曾经是担任新加坡的淡马锡的这个 CEO 是一个最大的投资公司，是在海外有很多的投资的项目的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退休的状况了。那再来就是他也不是任何的新加坡的政治人物即使说李显龙先生还是新加坡的李资政，但是呢他本人呢并不是任何的政治人物还有再来就是呢，他作为新加坡的一个公民，他也应该享用新加坡公民的这个言论自由的。那新加坡也是一个民主社会，那不管你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什么职务，但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退休人士了。那所以说他所发表的任何的言论，他所转发的新闻其实都不能代表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整个国家的一个态度和意见，仅代表他自己那就好像我作为一个 YouTuber， 我做时政类的节目，我在 YouTube 上去反共去发表我个人的言论，仅仅是代表我自己的看法而已，我是没有资格去代表新加坡政府和整个国家的立场的那对何君女士来说呢，其实也是一样那我大概去看了一下她转发这一个新闻下面的新加坡人的评论那评论呢是非常的两极化。那一边呢是非常支持说她终于选择站队了，去站队美国，然后呢还有一些客观中立的新加坡人呢
是在下面开骂了，然后各种的留言，然后让他 shut up， 或者是各种的骂他，说他说的话非常的不符合时宜啊。还有一些新加坡人呢是非常直言不讳、非常严厉的批评了他啊。那同时也可见新加坡确实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因为连前总理的夫人也被这样骂得狗血淋头啊，所以说也没有谁是不可以骂的啊。那目前为止呢，何金女士并没有任何的表态，也没有任何的回复啊。那整个事件呢还在发酵当中。那我相信呢，如果这个事情发酵到一定的程度呢，我相信新加坡的相关部门会出来，可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啊。那我就不是很确定了。那因为现在他这个举动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啊。那现在呢，这个时刻啊，就是说新加坡的前总理夫人她有一个这样的举动，是难免会让中共国和美国和任何其他旁观的国家有一些看法的，因为她毕竟是前总理的夫人嘛。何金女士本人呢，她也是一个非常高知、有能力的一个女强人，她会转发这样的一个新闻啊，那我觉得大概率是她赞同，就是说他个人是赞同这个文章当中的一些东西的，他才会去转发这个东西啊。那有趣的是呢，他转发的同时呢，他并没有在他转发当中写任何个人的评论，他只单单点了 repost 而已啊，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个人的一些评论在这条新闻的上面啊。新加坡的国策和外交策略呢，一直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先的一个中立的态度去和其他的国家打交道的。那这一次呢，何金女士所转发的批判习近平的这个文章呢，时间点它不单单是卡在了这个中美关税战的焦灼的点上，也更加是新加坡5年一次的大选的时间点上啊。那新加坡今年的大选呢是在5月3号啊。那如今我们的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候选人呢，现在是如火如荼的在竞争当中啊。那所以说这个时候何金女士她这样去转发一个这样的文章啊，我不知道会对新加坡的这一次大选的结果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啊。那如果说他真的是想释放一个信号，说新加坡会在这一次关税战当中选择去站队美国的话，可能其实大部分的新加坡人啊，如果说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新加坡人的价值观是更加的接近西方的价值观的，因为毕竟新加坡是被英国殖民过的，还有就是新加坡的大部分人都是受的英式的教育啊。那因此呢，不管是在社会的价值观还是在文化上面啊，其实新加坡整个国家的走向都是偏向西方的啊。那所以说，如果他这一次他转发的这个文章，是间接的去表态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事情啊。那因此何金女士她在这个时候转发了一个这样的文章，不管她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其实都有对新加坡产生一些影响的，都对新加坡在国际上的一些态度和这次新加坡的大选都有一些微妙的影响的。那具体会怎么样呢？政府会不会出来对他这个行为进行表态呢？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啊。那也欢迎新加坡的观众朋友来说一说你对何金女士所转发的这一条新闻的看法。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